好啦，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每到换季时间呢，就是我疯狂断舍离的日子。那今天就来分享一批我最近断舍离的单品吧，而且我分了一下类哦，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启发。大家回头呢可以按照这些类别整理一下衣橱。老规矩啊，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那影片最后呢，照例会有我的保养以及妆容的分享，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我们就开始了。有些单品吧确实很好看但是买回来呢，发现和衣橱里面现有的单品搭配不起来，那这种单品呢就要早点断舍离。举个例子比如说最近呢，我刚刚挂到网上准备卖掉的这双 The Row 的乐福鞋我真的是很心痛好吗？这双鞋呢，我应该买了有2-3年的时间了，买的时候可喜欢了，最重要就是它是麂皮大家都懂了，我看到麂皮是走不动路的，而且呢，这双是乐福鞋嘛，因为乐福鞋是最好搭配的鞋款之一了，整个鞋型呢很流畅又很窄长，上脚呢不会显得笨重，显得人很高很瘦。那金棕色呢，虽然不如黑色百搭，但是你想想看，连爱马仕的3大金刚色都有金棕色，那就可想而知它一定是最经典的色系之一了。所以当时呢，就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双鞋给买回来了。但是回到家之后，问题就来了，我大概这几年的时间加起来穿的次数不超过3次，因为太难搭配了。你看它的鞋头是很秀气很好看，但是这种鞋头是不太适合搭配拖地的阔腿裤，而我衣橱里面呢最多的夏装就是拖地阔腿裤，而这种鞋型呢搭配裙子又不太适合，只能够搭配9分裤，但其实9分裤并不是我很擅长的一种裤型所以怎么搭配都觉得缺了一口气。其实不瞒大家说，这双鞋呢我蛮早之前就想把它断舍离的，但是一直不舍得，毕竟呢 The Row 很贵好吗？每次我都想，哎呀，要不再努力一下吧。但是每一次努力都不成功整个2026年就没有穿过一次后来我想想，哎呀，人生已经挺艰难的，对吧？没有必要和一双鞋来较劲所以呢，前几个星期我就把它挂到网上，准备断舍离了。有些单品呢看起来蛮好看的，但是穿起来浑身不舒服，那这种单品呢也可以及早断舍离掉。比如说我刚刚卖掉的这一件 COS 的衬衫就是，因为这个颜色很特别，又是100%皮马棉的，而且这件衬衫呢跟普通的棉衬衫不一样，它是偏厚的质地，比较的硬挺，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穿。品质呢真的特别的好，一上身就有职场女精英的感觉。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可喜欢了，但是穿了一次我就不想再穿了，因为这件衬衫实在是太硬挺了，太支棱了。穿起来真的好累而且这种支棱的衬衫把它塞进夏装里面会尤其的费劲大家看我的这张照片就知道了，下面就是鼓鼓囊囊的，怎么塞都塞不平，很难受。如果呢这样的衬衫作为内搭，那更加是灾难因为我总觉得里面好像翘翘的、硬硬的，很不舒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的原因这种很支棱的衣服呢，我现在不是那么喜欢了，我比较喜欢这种像我这样比较柔软的衣服可能也跟我现在的心境有关。Anyway 啦，这件衬衫呢我也含泪卖掉了，毕竟衣服是为人服务的，又好看又舒服的衣服多了去了，没有必要和这件衣服来死磕的。人嘛，每一年都会变化的，那么相应的衣服、鞋子、包包的风格呢也会跟着变化，这是非常自然的情况那该要断舍离的时候呢，就要果断出手比如说我这一套 Hush 的绿色的针织套装已经卖掉了，这一套呢是我大概4-5年前入的，那个时候特别的喜欢，哇，觉得自己好法式好有氛围感但是最近我拿出来穿的时候呢，就觉得不像现在的自己了。这个上衣怎么这么短这么紧，这个裙子怎么也这么短好像跟我现在的穿搭风格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现在是比较喜欢穿稍微中性一点、稍微廓形一点，而且比较潇洒的衣服那算了，有些衣服已经配不上现在的自己所以果断把它给卖掉了。
还有一类断舍离的单品呢，就是时代的眼泪哦，穿上呢感觉有点太过时了，赶紧处理掉。比如说呢，这双大爆款 Birkenstock 的丑拖鞋哦，前几年真是横扫时尚界哦，几乎人人的鞋柜里面都有一双。当时呢，我也跟风入了一双啊，但是今年我就一次没有穿过，因为今年满大街好像都没有人在穿这双鞋了，人人穿的都是人字拖。目测呢，这双鞋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哦。再加上这双鞋呢，我穿起来其实不是特别的舒服，因为它前面2根带子的宽度哦，对我来讲呢有点太宽了，每次穿的时候都会往前冲，很难受。所以呢，我就趁着夏天结束之前把这双鞋给卖掉了。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那里呢，每天我都会分享8到10条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每天我都会发今日穿搭。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还有一大类单品呢，就是不太实用的单品哦。买的时候呢，可能不觉得，因为有些东西你要用穿一段时间，你才会感受到的。那如果真的不太实用的话呢，就要赶紧把它断舍离掉。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有一个 Dragon Diffusion 的托特包，这个包我应该也有买了有3年的时间了吧。买的时候真的很喜欢，但是啊，买回来用了一段时间，发现问题很大，因为它是镂空的。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呢，有点急，没有仔细看，而且这个洞眼还挺大的哦。如果你就放东西进去，肯定都会露出来，所以每一次呢，都要在里面再放一个环保袋，就很不方便。另外呢，它的肩带也有一点点短啊，除非你穿背心啊或者 T 这种衣服，还可以勉强背到肩膀上，否则其余的时间呢，你就只能够手拎了。再加上金棕色呢，好像是10年前流行的颜色哦，今年拿出来再用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过时了。当然，最重要还是因为它用起来不方便了。那最终呢，我也是刚刚把它给卖掉。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 Flat 的手包，你看这个包又是麂皮的。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包。这个包呢，我也大概买了有3年时间了吧。买的时候呢，我知道它是一个手包，肯定是不方便的，但是架不住喜欢。问题就是啊，你真的用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包就只能凹造型，日常生活中是完全用不上的。那最 trigger 我的一次呢，就是有一次我拿着这个包去附近的一个小餐厅吃饭啊，因为它比较小嘛，这个包完全没有地方放。这个餐桌底下呢是有挂钩的，但是它不是背包嘛，所以挂不上去，而且它又很厚，放在椅背后面呢完全不行。最后就把它放到地上，但因为它也比较软嘛，差点被服务员当成垃圾给踢走了，你知道吗？再加上呢，我最近又入了一个 Fabric 的，也是浅色麂皮的包包。那这个包包呢，既能够当手包，它呢又有肩带，就会更实用一点哦。那就本着进一个出一个的原则啊，我就把 Flat 的那个手包给出掉了。再有一大类呢，就是穿不下的单品哦。这个原理其实我之前在断舍离的其他影片里面也分享过，但是轮到自己头上啊，还是会犯错。比如说呢，我这条 La Ligne 的真丝长裤，那 La Ligne 呢，在法语里面就是线条的意思哦，所以他们家的单品呢，都是有很多线条条纹组成的。你看这条裤子就是侧面是有白色的拼接，而且是100%丝绸的。我差不多买了有10年了，请看看我7年之前的照片。哎呦，那时候还是很潮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当年我买衣服的时候呢，喜欢往小里面买，这条裤子我买的居然是 XS 哦。等我最近几年拿出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腰腹还有胯部这里紧得不得了，但我又不太舍得扔，因为这条裤子还蛮贵的，而且每次我就想，要不我再减肥，也许就穿得上了。但是事实上啊，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啊，能够保持这个身材已经很不容易了，减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吧，这样一年年放在衣橱里面也不是办法，所以呢，前一阵我就痛下决心把它给卖掉了。冲动是魔鬼啊，朋友们！基本上一冲动买回来的东西成功率都不太高。比如说呢，我最近就准备把这一副 Gentle Monster 的墨镜呢给出掉。那这副呢是我在年初的时候买的，因为当时呢我就心心念念想买一副白色的墨镜，因为马上春夏天就要来了嘛。而且那时候呢我正好在旅行啦，旅行的时候就很容易冲动，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店里一看到，哎呦，就直接下手了。
但是吧，我呢买回家之后戴的次数就非常的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副墨镜实在是颜色太白了，而且呢是非常纯的这种白色哦，戴起来呢就有点生硬，再加上它又是有点猫眼窄框的设计啊，戴起来我总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特别像那个卡通片《瓦力》，大家看过吗？里面有个伊娃，就是这种材质的。所以我每次戴了都觉得自己像一个机器人伊娃，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当时我会买它，只能说冲动是魔鬼了。再加上前一阵呢，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副 12PM Studios 的墨镜，也是白色的，但是你看它这个白色呢就很柔和，而且呢这个白色其实上面有一点点这种珍珠的纹理感。你看啊，把这两副放在一起对比，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区别来。那明显这一副呢戴起来会更加的适合我，对吧？那又一次本着入一件出一件的原则，那这一副呢我就留下来，这一副呢我就断舍离吧。最后一大类呢是比较适合像我这样小户型的选手啊。如果这个单品呢收纳起来特别的不方便的话呢，我也会考虑在季末把它给断舍离的。比如说我最近刚刚出掉的这个 COS 的棕色的托特草编包，其实我是蛮喜欢这个包包的啦，而且品质也很好，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个手柄比较长，而且很硬，收纳起来呢很不方便。你想夏天就要过去了嘛，等于说我又要再放半年才能够用上这个包包，越想越觉得不划算啊，所以呢，我就想着，哎呀，赶紧夏天还没有结束之前，还能卖个好价钱哦，所以我就把这个草编包给出掉了。那如果我不是小户型选手的话，这个包我是会留下来的。所以呢，你看这种家里条件有限的人啊，就比较辛苦啊，买东西要考虑的点就会比较多了。再说了，棕色包包呢还挺好找的，我始终相信一点，只要自己有钱，什么好东西买不到，对不对？那以上呢就是7大类我最近断舍离的单品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啊。那我这里也要强调一下啊，断舍离呢并不是把东西全部都扔掉，过上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了解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味和审美，慢慢建立起一个属于当下自己的衣橱，这样呢每天搭配起来会更加的高效，而且呢更得心应手，每天心情也会很好，不是吗？那么保养品呢，我最近有在用的是一个叫做 Tata Harper 的品牌，是来自美国的佛蒙特州，他们的东西都是在自家农场里面研发和生产的，而且都是小批量生产的，成分呢非常的新鲜哦，就蛮天然的那种感觉。那么首先是他们家这个大爆款 Resurfacing Mask，它呢是有点像啫喱一样的质地哦，涂上脸就可以了。结合了天然果酸和酵素，能够温和去除老废角质。大概15分钟之后呢，会觉得皮肤有一点点紧绷，这个时候就可以洗掉，皮肤就会变得很光滑透亮啦。然后呢，就是这个他们的抗老精华，它里面有多种植物活性成分啊，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之一。不过呢，这个产品的质地是比较像面霜的，如果是干皮的朋友呢，会更加适合一点。接着就是抗老眼霜啦，质地滋润但不油腻，帮助改善细纹、干纹、松弛，眼周呢看起来也更加紧致和饱满。那面霜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哦，用了一段时间了，舒缓修护，强化屏障，尤其适合敏感肌。我呢，尤其喜欢它的这个质地哦，就像黄油一样，皮肤用上去就是软软的，很舒服。接着就是大家关心的彩妆了。上次我分享了自己的今日妆容，没想到很多朋友都说很好看，哎呦，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业余选手又来了啊。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在用的这个粉底，哇，真的好好用啊，是来自美国的老牌彩妆品牌 Smashbox 的新款粉底。那这款呢，它不是普通的粉底，而是粉底呢和遮瑕2合一的。用的时候呢，可以用他家配套的刷子，效果会更好。这个粉底的遮盖力呢是属于中等的，你看啊，我就用了一边，就薄薄涂了一层。如果觉得不够呢，可以再涂那么一点点，千万不要一下子上很多，可以薄涂，然后再叠加。用完之后啊，皮肤就像开了滤镜一样，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很厚重的磨皮，而是毛孔柔焦，肤质变细，看起来就像自己的皮肤一样，特别的好。哇，真的好喜欢这一个。你看左右脸对比一下，就能够感觉出差别了吧。
那把这个粉底呢这样旋开之后，就可以当做遮瑕膏来用了，在眼下啊或者脸颊的斑点啊、下巴这里点在上面，然后呢用遮瑕刷就可以了。话说他们家的刷子呢也蛮好用的，柔软不扎，在很多细小的地方呢都能够用得上，能够很好的把产品呢融进皮肤里面。整体用完之后，哇，真的好好看啊！它呢不会像韩国水光肌那么的亮，也不是卡戴珊那种哑光的妆效，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那种啊！我很喜欢这个粉底。那我用的这个腮红呢，就是来自 NARS 家最著名的网红大爆款了。就是这个高潮腮红，那这一个呢，绝对就是腮红界的常青树啦，粉调和橘调完美平衡的蜜桃色，还搭配了标志性的金色的细闪，但是其实啊看不太出来有闪光，非常非常的细。上脸呢就是那种天生好气色的透光感哦，像我这样的黄皮用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确实啊，他家的产品是名不虚传哦。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